以太坊 ETF 要延后通过吗 ？Solana ETF 什么时候会通过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对加密货币的 ETF 预测都非常准确的 Eric， 他又发布了最新的推特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有提到，由于最近审核文件的问题呢，我们非常有可能会把以太坊现货 ETF 正式上市开始交易的时间延迟到7月8号以后。那他文中有谈到，会在 Holiday 之后，那他所谓的 Holiday 其实就是美国的国庆日，在1776年的7月4号，美国成立了。那之前有非常多的文章呢都有提到，我们很有可能在7月2号就通过。那基本上以现在最新的资讯看来，7月2号基本上比较不可能了，因为7月2号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已经6月底了，所以7月2号它也就是没有几天过后的事情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至少会在7月4号，也就是美国国庆过后，那基本上会在7月8号以后才有可能以太坊的现货 ETF， 它开始上市，开始交易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盯着它每天流入流出的量，然后就可以观察它的价格的变化。到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波动来临。那当然呢，他也认为呢，通过 S1 文件，并且让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交易，已经刻不容缓了。它非常有可能在接下来非常短的时间内就通过。那如果你对以太坊的交易机会感兴趣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质押$5003天，就可以拿到$27.36的现金。剩下最后几天了，因为6月底的时候这个活动就会结束，到7月就没有这个活动了。这是送现金的活动，而且你拿到现金之后，你可以直接提走，非常少有交易所敢办这种活动的。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首次交易就可以拿到$40的体验金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重磅消息来了，我认为这个比以太坊的 ETF 这个消息呢要来得更大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已经有第2家机构提交了 Solana ETF， 因为我们昨天其实有提到，我们在昨天有提到 VanEck 这个ETF 的发行商呢，他之前有发行了比特币、以太坊的现货 ETF， 那他现在提交了 Solana 的 S1 文件。你看以太坊的 S1 文件都没有正式通过， Solana 的 S1 文件就被提交了。那现在又有第2家的加密货币 ETF 的发行商已经把文件提交上去了就是这个 21 Shares。 那其实 21 Shares 它也有比特币的现货 ETF， 所以过去有发行比特币现货 ETF 的发行商，他们现在居然都在提交了 Solana 的 ETF。 虽然说我相信距离通过甚至正式上市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加密货币 ETF 的发行商开始提交文件了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比特币、以太坊的状况呢，其实是非常雷同的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其实我认为比起比特币跟以太坊的 Solana 的 ETF， 它是更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，因为它会完全改变这个市场现在的生态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过去的2轮牛市里面呢，包括2017、2021，比特币、以太坊老大老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那我认为，如果 Solana ETF 它在未来的时间通过了，那么老三就会完全被确认，以后加密货币就是比特币、以太坊还有 Solana。那这3个币种呢，有通过 ETF 的跟没有通过 ETF 的，他们就会被完全区分开来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ETF 它就是让传统资金流入的管道，尤其是在美国华尔街的资金，传统的资金可以流入币圈的管道。那如果说它没有 ETF 的话，它就只能通过这种传统交易所的炒作，然后来把价格拉上去。那么这2者之间呢，就会形成天壤之别了。而且 Solana 它也会是山寨币里面呢，很有可能第1个通过的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其实山寨币的选择有非常非常多。
不过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抢占先机的话，最好是投资在龙头。如果以股票的这种观念来说的话，其实就是全指股。就比如说，如果要投资一家做手机的公司，那我一定会去投资 Apple，因为我认识的所有人，他们都是拿苹果手机。如果我想投资这个产业，我看好这个产业，没有理由不投资它。那当然没问题，它现在的股价呢，跟市值啊，也是在全世界的公司里面前几名的啊，基本上都在前3名左右。那如果你要投资 AI 的话，那肯定就是 NVIDIA 了，龙头。那比如说，如果你看好台湾的半导体，那当然是台积电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太坊它永远都在老二的位置，因为它公链之王的地位呢，真的是无法取代的。其实做链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犹如过江之鲫啊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。不过以太坊呢，它就是公链之王，它就是做的最好的，有很多生态。那它当然它的币价也被炒得很高，它的市值呢也是仅次于比特币。那很有可能接下来就是 Solana， 而且之前市场是没有对 Solana 会通过 ETF 的预期的，所以我相信如果它通过的话，对市场造成的冲击绝对会是最大的。而且它的价格表现其实也没有让我们失望，一直从熊市到现在以来都没有。那我们再来回到比特币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自从$72,000下跌以来，我们已经跌了多少了呢？我们来稍微测量一下。其实我们从72000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大概跌了19%左右。这是一个神奇数字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们这轮牛市啊，过去经历过的几次的下跌呢，大概都在20%左右。所以当我们跌满了20%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，是不是底部就要出现了？如果说6万没有被跌破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附近就会形成底部。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其实我们在过往呢这种回调的过程啊，它跌幅都是20%，大约20%，非常神奇。我们过去的这几次都大约是20%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测量一下给大家看啊。我们第一次回调的时候呢，它是回调了21%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是20%，然后在这里 OK 这里是21，其实都在20附近，然后到这里呢大概是20，也是20，然后我们这一次算是回调的比较多了，有23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基本上到了20左右了。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的市场变成熟了，然后越来越多机构啊、大资金啊加入，所以它比较不太会有这种很大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波动。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对比特币的印象，对不对？动不动就是个40%、50%、60%甚至70%的这种回调，我相信现在看到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少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综合做个判断。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到一个数据，这个数据呢，也就是在场外交易的这些比特币的数量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现在在场外交易的比特币的数量呢，在近期急速的攀升，急速的攀升。那其实也很简单的，其实做这种场外交易的呢，很多都是这种他持有很大量的比特币，他才会做场外交易。因为如果你持有少量的话，其实你直接到交易所就可以抛售了。但如果你是持有很大量的比特币的话，那么交易所很有可能会无法承受你的这种流动性，因为他们会有这种盘口被击穿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就会在场外，然后寻找这个交易的对象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最近比特币在场外的 balance 呢急剧的提升。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急剧的提升。其实我们在之前呢起涨点的时候，2021年牛市的时候，我们在暴涨的前面一段时间，其实我们比特币在 OTC 的 balance 呢，它也急剧的提升。然后我们看到在2017年的年底还不到2018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场外 OTC 的 balance 的数量，它也是急剧的提升，然后就伴随着我们的价格呢疯狂的往上走，开启最疯狂的这种上涨，几乎是90度的这种上涨。那我相信呢 ，OTC balance 的数据的上升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持有
很大量比特币的人呢，他们在的机构，他们在底部收集了筹码之后呢，然后他们准备要抛售，因为他们抛售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找一个在拉盘之后一个震荡的区间，然后就把它给抛售掉。那我相信我们也离这个位置呢也会越来越接近，并且我们每次OTC balance 开始上升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后续都是伴随着非常狂暴的上涨的。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这轮牛市呢也不会例外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